嗨，大家好！哪吒2破121票房，冲进全球影史 Top 10。很多看过的朋友都被绚丽的画面和紧凑的剧情所震撼和吸引，但很多人却并没有看懂整个剧情和故事的背景。这跟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哪吒闹海动画片以及封神榜里的情节好像有些不一样啊。这龙王怎么被封印在锁妖阵中？敖丙的身世如何？为何会拜申公豹为师？东海龙王跟天庭又有什么关系呢？的确整个哪吒这2部电影实际上是进行了较大幅度的魔改。比如东海龙王三太子敖丙本来是配角中的配角，被哪吒打死了还抽了农金，结果在饺子这里戏份加满，成了男2号。而且导演为了能让大家看懂，还特意出了个漫画《敖丙传》作为2部哪吒的前传。接下来本视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电影的故事背景和时间线，让大家可以无缝衔接观看哪吒2。上古时代，我龙族曾是叱咤风云的百灵之长。根据《礼记·礼运》的介绍，上古4灵分为临凤龟龙，临为百兽之长，凤为百禽之长，龟为百界之长，龙为百灵之长。但这上古4灵在修炼成仙之前都被天庭定义为妖，龙族自然也不例外。那除了天庭和妖之外呢，还有人族，就是陈塘关、李靖他们。当然人族和妖族是可以修炼成仙的，比如李靖是渡恶真人的弟子，后又拜了燃灯道人为师。3个儿子金吒、木吒和哪吒分别师从12金仙的文殊、普贤和太乙真人。而身为豹子精的申公豹，经阐教大弟子无量仙翁的引荐，成为元始天尊的弟子，太乙真人的师弟。但是妖族实际上是截教的主要构成，加入阐教的并不多，因此很多脏活累活都是让申公豹去干的。而在哪吒和敖丙降生前的1000年前，敖丙的2个哥哥敖甲和敖乙就出生了。这名字起的也挺随意的，大哥敖甲好人缘，爱结交朋友；二哥敖乙是个宠弟狂魔。3个孩子的妈叫应龙，应龙实际上是龙的祖宗啊，不过在漫画里被设定为四海有力的女豪杰，与龙父敖光不打不相识，而且还持开放性婚姻啊，不成亲就生娃，还一连生了3个。当然敖丙那时候还没有出生啊，只是个龙蛋。而当时人间发生了水患，大概是大禹治水的时候，漫画将其设定为水猴妖乌之奇，在北海、西海、南海3个龙王的怂恿下，操纵洪水淹死了无数人族，并登陆作乱。而敖丙的母亲应龙则站在了人族一边，将作乱的乌之奇封印在了深海的结界中，自己也被乌之奇禁制在了深海。尽管乌之奇被封印但妖族制造的这场混乱并未结束，同时也惊动了天庭。元始天尊的阐教刚好借此机会来铲除数量庞大的妖族，进而削弱截教，而大量由妖族构成的截教也不好张口反对。这样天庭动用天兵对海底妖族进行镇压。而为了能够尽快解决战斗，天庭打算招安与其他3大龙王心生嫌隙的东海龙王。本来这次水患也是那3个龙王搞出来的，结果敖甲假死，为保全龙族血脉，东海龙王敖光接受了天庭的招安。而后敖光精心策划，摆出了鸿门宴，邀请包括其他3大龙王在内的海妖首领赴宴，结果利用锁妖阵将他们全部压在了龙宫之下。但这个锁妖阵需要同时封印东海龙族自己才能起作用，否则海妖便会破阵而出。因此敖光尽管获得了天庭的招安，获得了龙王官职，但也只能待在龙宫镇守锁妖阵，无法自由活动。东海龙族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被利用了，因为阐教开始对龙蛋下手了，这可是要断他们的根啊！而这一切都被同为妖族的申公豹看在眼里，也许是出于怜悯，当然他心里也有自己的算盘。申公豹趁天兵不备，将敖光和应龙的1颗蛋调包交给了敖光，并彼此达成了一个约定，也就是未来敖丙必须要成为申公豹的徒弟，随后就回昆仑山继续修炼去了。而人族和妖族遭此劫难后，天地之间的魔气和灵气开始逐渐汇集，并不停地吸食着日月精华。这样时间来到1000年以后，李靖成了陈塘关总兵，与妻子殷夫人一起镇守陈塘关，不断抵御着海妖的骚扰。这也是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开始。而天地之间的这股气历经千年，最终孕育出了一颗由灵气和魔气环绕的混元珠。阐教元始天尊命太乙真人和申公豹前去捕获，并将其炼化成了魔丸和灵珠。
而魔丸的元神坚不可摧，被元始天尊施以天劫咒，3年之后因天雷下凡，便会将其摧毁。这里可以看出对于汇集妖气的魔丸，阐教创始人元始天尊对其下手还是非常狠的，这从侧面映衬了阐教和截教之争。而灵珠则被元始天尊赐予李靖的3儿子，这就是哪吒。这里就能看出元始天尊的瓜天李下了。李靖本身就师从于有阐教副教主之称的燃灯，而哪吒又要拜师于太乙真人，灵珠自然要给到阐教自己人喽，因为他在后面的封神大战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后元始天尊便去闭关撰写封神榜牌位去了，玉虚宫则由大弟子也就是太乙真人和申公豹的师兄无量仙翁代为掌管，继续炼丹，为封神大战做准备。而好死不死，太乙真人贪酒误事，在将灵珠投胎殷夫人肚中时被申公豹调包，反而魔丸附在了哪吒身上，自此魔童降生。而灵珠则被申公豹附在了东海龙王敖光的龙蛋之上，自此敖丙也诞生了，并依照约定，敖丙拜申公豹为师。申公豹的计划是将灵珠培养成才，并击败魔丸，这才能让师父元始天尊高看自己一眼，并将自己这个妖族出身的修炼者位列12金仙之一。而龙族也想依靠灵珠附身敖丙扭转龙族的命运，脱离这封印之地，因此2人不谋而合。由于魔丸太过顽劣，因此哪吒被太乙真人用乾坤圈压制住了魔性，并用结节将其关在府里。随后太乙真人要将其收入山河社稷图中，李靖和殷夫人骗哪吒说他是灵珠转世，他的使命就是修炼成才，铲除妖魔。自此哪吒开始闭门修炼了2年。而敖丙这边呢，自从拜师申公豹，也一直在闭门修炼。一次在二哥敖乙遭遇危险时过来帮忙，不慎掉入海底封印的结界之内。在这里他见到了制造这个结界的应龙，也就是敖丙的母亲。不过应龙并未告知敖丙自己就是他的母亲，并将自己的功法和兵器盘龙冰锤传授给了敖丙，这就是电影中敖丙蓝色双锤的由来。而后敖丙离开结界，返回东海龙宫，遇到了大哥敖甲和二哥敖乙。大哥附在蛟族沙漠弟弟的身上，想要攻破锁妖阵，解放所有被封印的海妖。二哥敖乙想利用灵珠附体的敖丙，一举铲除阐教，解救龙族。而敖丙则是遵循父亲和师父的嘱托，战胜魔丸，并通过在封神大战中建功立业来拯救族人。3兄弟目标一致，但做法却不尽相同。最终大哥失忆，二哥成了植物龙，而敖丙则成为东海龙族实际唯一的继承龙。而到了天劫咒的这一年，哪吒偷偷跑出山河设计图，在海边遇到了自己的天命人敖丙，双方不打不相识，魔丸灵珠彼此成了最好的朋友。而哪吒的第3个生辰日，也就是天劫咒应验之时，届时他将被天雷劈死，可他自己却并不知道，还邀请敖丙前来赴宴。而为应对这场宿命之战，全体龙族去下自己身上的鳞甲，为敖丙添置了坚不可摧的万龙甲。最后哪吒一大决战开始，申公豹把哪吒不是灵珠而是魔丸的真相告诉了哪吒，结果哪吒大闹自己的生辰宴。本来申公豹的计划是让敖丙蒙面，以救世主的身份登场，从魔丸手中拯救陈塘关人族百姓，并借助天雷除掉魔丸。这样申公豹培养灵珠有功，进而可以位列12金仙。而敖丙是瑶族的身份被李靖揭穿，而灵珠被盗的真相也被陈塘关百姓知晓。事已至此，为保龙族，敖丙只能水淹陈塘关灭口。危急时刻，哪吒用火莲花将敖丙制造的巨大冰鼎化为雨水，化解了陈塘关大劫。而后天劫咒时辰已到，天雷降临，敖丙则义无反顾地脱下万龙甲，为哪吒扛住第1波雷击。而后魔丸灵珠合体又扛住了第2波，最后太乙真人献上7色宝莲助攻，扛住了天雷。虽然没有保住2人的肉身，但最终却保住了2人的魂魄。而后太乙真人用7色宝莲为哪吒和敖丙重塑肉身，随即开启了哪吒2魔丸灵珠一同拯救妖族的历程。